在舍卫国，有一位名叫迦罗的中年男子，他是个勤劳的商人，一生行事端正，从未做过伤天害理的事情。他的妻子早逝，唯一的儿子罗陀是他最珍视的人。迦罗为了儿子省吃俭用，供他读书，希望他能学有所成，将来继承家业。然而罗陀从小性格冷漠，对父亲总是爱答不理，甚至有时还表现出强烈的厌恶。他不仅不愿与父亲多说一句话，甚至连家里的事情都不愿意插手，整日游荡在外，对父亲的关心视而不见。迦罗不明白为什么自己一心一意爱着儿子，儿子却对他如此冷漠。我到底做错了什么？迦罗常常在夜里叹息，眼看着别家的孩子孝顺父母，陪伴左右，而自己却得不到儿子的一句关心，他的心里充满了痛苦和疑惑。有一天，罗陀再次对他发脾气，说他管得太多，不愿意再受约束，甚至扬言要离家出走。迦罗看着这个自己辛苦养大的儿子，心里一阵发苦，他实在无法理解这份父子之情为何变得如此疏远，心中的疑问让他寝食难安。于是他决定前往支援精舍，向佛陀请教，希望能得到答案。在佛陀面前，迦罗双手合十，恭敬地跪下，带着沉重的心情说道：世尊，我不明白为何我的儿子对我如此冷淡，我从未亏待过他，甚至给予他我所能给的一切，可他却对我充满敌意，这是为什么？佛陀静静地看着迦罗，眼神里充满了慈悲。他缓缓说道：你的儿子对你的冷漠并非偶然，而是过去的因果所致。众弟子听后皆露出惊讶的神色，而迦罗更是满脸困惑，急忙问道：世尊，前世的因果，可我和他今生才是父子，我们之间的缘分难道不是从这一世才开始的吗？佛陀轻轻一笑，闭目片刻，随后缓缓开口：你们的因果早在前世就已种下。佛陀缓缓开口，声音平和而深远：迦罗，你与罗陀并非今生才结下父子之缘，而是在前世便已因果相连。你可还记得，在很久以前，你曾是一位富甲一方的商人？迦罗闻言满脸震惊：我前世是商人。佛陀微微点头，继续说道：当时你家财万贯，住在一座豪华的府邸中，仆人成群，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。然而你虽富有，却从不怜悯贫苦之人，认为那些乞丐只是懒惰成性，不值得帮助。有一天，一个衣衫褴褛、瘦骨嶙峋的乞丐跪在你的门前，双手合十，哀求你给他一碗饭。大善人，我已经3天没吃饭了，求求您行行好，给我一点剩饭，我一定会感激您的恩德。可是你当时连看都不愿多看他一眼，厌恶地挥了挥手，让家丁把他赶走。更甚者，你对他说了一句极为刻薄的话。佛陀说到这里，停顿了一下，看向迦罗。迦罗皱起眉头，声音发颤地问道：我说了什么？佛陀目光深邃，缓缓说道：你对那位乞丐说，你这种人就是社会的废物，活该受苦，死了也没人可怜。听到这句话，迦罗的脸色瞬间苍白，眼神充满悔意。他喃喃自语：我竟然说过这样的话。佛陀轻叹一声，继续说道：那名乞丐被你的话深深刺痛，绝望地离开了你的府邸。他的身子本就虚弱，饥寒交迫之下，最终倒在街头，没能活过那个夜晚。然而他在临死之前，心中充满了怨恨。他含泪看着夜空，发下誓言：若有来生，我一定要让你尝尽被亲人冷落的痛苦，让你知道什么叫求而不得的绝望。那份怨恨就如同一粒种子，深埋在因果之中，等待着时机成熟，重新绽放。迦罗听完，整个人愣住了，他的眼神变得复杂，既震惊又悲伤，喃喃道：世尊，您的意思是，那名乞丐便是我今生的儿子？佛陀轻轻颔首：正是，因为你当年的冷漠无情，今生他才会以你的儿子身份来到世间，并在潜意识里对你充满怨怼。这并非偶然，而是业力的回报。你今生对他无微不至的关爱，正是前世所欠的债，而他对你的冷漠与疏远，正是前世被遗弃的痛苦反噬。听到这里，
伽罗的眼眶红了，心中涌起深深的懊悔。他从未想过自己今生承受的痛苦，竟是前世自己种下的因果。世尊，我错了。他低下头，声音哽咽。可我该如何化解这段业力？如何让我的儿子真正接受我？佛陀温和地看着他，眼中充满慈悲，缓缓说道：因果不昧，唯有慈悲才能化解。若你想真正解开这段恩怨，便须放下执念，不求回报的去爱，不带期待的去包容。伽罗跪在佛陀面前，泪流满面，声音颤抖地问道：世尊，我已经明白了，今生的痛苦都是我前世种下的因果，但我的儿子依旧恨我，冷漠待我，我该如何才能化解这段业力，让他不再疏远我？佛陀静静地看着他，慈悲地说道：伽罗，你希望儿子回报你的爱，这是执念；你希望他理解你，这是期待。而真正的慈悲是不带条件的付出，而不是渴求回报。你前世的冷漠换来了今生儿子的怨恨，如果你依然执着于他必须爱你、孝顺你，那这份因果还会继续轮回。唯有放下执念，真正从心里去宽恕，才能真正解脱。伽罗低下头，陷入沉思。他回想起自己对儿子的态度，从小到大，他对儿子投入了全部的爱，但这份爱里是否隐藏了太多期待？他希望儿子听话，希望儿子懂事，希望儿子回报他的辛苦，希望他成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。但他从未想过，儿子或许不想活在这样的期待之下。就像前世的乞丐，在最需要帮助时，他拒绝了对方，而今生儿子在成长过程中或许也有自己的痛苦，而他却始终以父爱之名要求对方按照自己的期待去生活。他终于明白，爱一个人不是强求对方回应，而是让对方自由。伽罗深深地叩首，诚恳地对佛陀说道：世尊，我愿意忏悔，也愿意放下执念，不再强求儿子改变，只愿尽己所能去善待他。佛陀微微一笑，轻声说道：善哉，善哉，你若能真心宽恕，耐心等待，不执着于回报，便是化解因果的第一步。从那天起，伽罗改变了，他不再逼迫儿子听从自己的话，也不再因为儿子的冷漠而伤心。每次看到儿子，他只是微笑着关心，不再期待任何回应。他开始做更多的善事，帮助贫困之人，布施粮食，供养僧侣，以此弥补前世对乞丐的冷漠。他在心里默默祈愿，愿我的善行能化解过去的恶业，愿我的儿子早日放下怨恨，愿我们之间的因果能得以圆满。起初，儿子罗陀依旧对父亲冷淡，甚至有时依然态度恶劣，但伽罗不再因此动怒，也不再难过，只是始终温和地对待他。渐渐的，儿子开始感到疑惑，父亲为什么不再逼我了？为什么我再怎么冷漠，他依旧温和待我？他为什么变了？有一天，罗陀生了一场大病，发烧不退，卧床不起。伽罗不眠不休地守在床边，细心照顾，亲手为他喝药，擦拭额头的冷汗，一刻都不曾离开。罗陀病得迷迷糊糊时，看到父亲瘦削的脸庞，眼里满是担忧，他心中一震，仿佛有什么东西被触动了。他回想起自己对父亲的态度，一时之间心里充满了愧疚。等他病好后，罗陀第一次主动向父亲道谢：谢谢您。短短一句话，却让伽罗泪水在眼眶里打转。从那以后，罗陀开始变得不再那么冷漠，偶尔也会与父亲交谈，虽然依旧有些拘谨，但态度明显缓和了许多。父子之间终于开始有了真正的理解。世间的亲子关系并非偶然，而是过去的因果交织。佛陀对众人开示，有的孩子是来报恩，有的孩子是来讨债，有的孩子是来还债，有的孩子是来结缘。若是报恩，你对他好，他会加倍回报你；若是讨债，你对他好，他也未必会感恩；若是还债，他或许照顾你一阵子，债还清了就离开；若是结缘，那便是缘深缘浅，随缘聚散。真正的智慧是放下执着，无论孩子是来报恩还是讨债，都以平等心善待之，不求回报，方能化解因果，迎来真正的解脱。伽罗听完，双手合十，眼中满是感激。他终于明白，
父子情深也好，业力纠缠也罢，唯有慈悲与宽恕，才能让一切因果得以圆满。时光如水，一年又一年过去，伽罗始终坚持着自己的信念，不再强求儿子的回报，只愿尽己所能地善待他。他每天早晨都会早起，为家里准备好一切，从不要求罗陀帮忙，也不再因儿子的态度而生气。他开始更多的去寺庙听法，布施祭品，将前世的冷漠化为今生的善行。有一次，邻里的一位老人问他：伽罗，你辛苦操劳了一辈子，为什么不让儿子分担家里的事务？这样下去，你不会觉得委屈吗？伽罗微笑着摇头，真正的爱不是期待回报，而是心甘情愿的付出。我曾经错过了一个需要帮助的人，今生我愿意用这份耐心和善行来弥补过去的过错。这句话被站在门口的罗陀听见了，他沉默了许久，心中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，仿佛有什么厚重的枷锁在不知不觉间慢慢松开。这一天，罗陀独自走到知源精舍，他站在佛陀面前，犹豫了许久，才低声说道：世尊，我从小就对父亲没有亲近的感觉，甚至时常对他感到不耐烦。我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总觉得心里对他有股无名的怨气。可最近我发现他变了，他不再强求我孝顺，不再对我的冷漠生气，只是默默地关心我。我开始觉得愧疚，开始想要靠近他，但我不知道该怎么做。佛陀慈悲地微笑，缓缓说道：罗陀，你今生对父亲的冷漠，并非无缘无故，而是前世的怨恨未解。可是怨恨是火，它烧毁的不是别人，而是你自己的心。你父亲已经放下了执念，而你是否愿意放下过去的不知名的怨恨，与他真正和解？罗陀沉默了许久，终于深深地叩首：世尊，我愿意。那天傍晚，罗陀回到家里，看到父亲正在院子里忙碌地整理柴火，他走上前，轻轻地说了一句：爹，我来帮您吧。伽罗听到后，手微微一顿，抬起头看着儿子，脸上露出了一丝惊讶的神色，但很快他只是笑了笑，轻轻地点了点头。好。从那天起，罗陀开始主动帮父亲做些家务，偶尔也会陪他吃饭散步。虽然他不善言辞，但他会默默地听父亲说话，不再像从前那样冷漠。一次，伽罗生病了，卧床不起，罗陀守在床边，亲手熬药喂他，和小时候父亲照顾自己生病时的场景一模一样。伽罗看着儿子，心里感到无比欣慰。这一刻，他知道今生的因果终于圆满了。数年后，伽罗的身体渐渐衰老，他知道自己的时日不多了，于是决定剃度出家，将晚年的时光用来修行，彻底放下今生的一切。在他离开家时，罗陀送他到庙门口，眼里带着不舍，但这一次他没有再冷漠，而是给了父亲一个拥抱。伽罗眼里微微泛起泪光，轻轻地拍了拍儿子的肩膀：好好过日子，一切随缘。从此，伽罗在寺庙中静修，直至圆寂。罗陀则带着父亲的教诲，开始以慈悲的心对待世人，不再计较过去的一切。因果不昧，唯有慈悲能解。这一生的业力就此化解，轮回的枷锁也终于被解开。佛陀微笑着说道：父子之缘，有情深，也有业障。世间亲情，有时候是来报恩，有时候是来讨债。若是恩情，自然和睦美满；若是业障，则会互相折磨，令人痛苦。但无论是恩是怨，真正的解脱都在于放下二字。放下执念，才能真正体悟因果；放下怨恨，才能真正得到解脱。弟子们纷纷恭敬叩首，心中顿悟。从那天起，他们开始以更加慈悲与宽容的心去对待世间万物，不再执着于得到回报，也不再因亲人的态度而痛苦，因为他们明白一切都是因果，唯有慈悲才能化解一切。故事讲完后，知源精舍内一片寂静，弟子们陷入了深深的思考。许多人低下头，似乎在回忆自己与亲人之间的种种恩怨，心中感慨万千。一名弟子轻声问道：世尊，今生的亲子关系真的是过去世的因果决定的吗？我们是否无法改变这些业力？
佛陀微微一笑，目光温和地环视众人，缓缓开口：众生皆在因果之中，但因果并非不可改变。一粒种子若埋在贫瘠的土壤中，不加灌溉，它会结出苦果；但若以善念滋养它，它便能转化为甘甜的果实。同样的，父母与子女的因缘，有的源于善果，有的源于业障，但最终如何发展，全在于心。佛陀顿了顿，继续说道：世间的父母与子女，并非无缘无故的相聚，而是因4种因缘而来。第一种是来报恩的孩子，过去世子女曾受父母恩惠，今生投胎为子，悉心孝顺，报答父母之德。第二种是来讨债的孩子，过去世父母亏欠子女，今生子女投胎来索取，要么让父母耗尽财富，要么让他们身心俱疲。第三种是来还债的孩子，过去世父母给予子女恩惠，子女今生短暂回报后便离开，债还清了，便再无瓜葛。第四种是来结缘的孩子，有些人本无深厚因果，但缘起缘灭，短暂的在一起经历人生，然后各自走向不同的道路。你们身边的每一个人都是因果牵引而来，亲子之间的情深缘浅，皆是过去的果报。那该如何化解亲子之间的业障呢？佛陀慈悲地看着众人，缓缓说道：既然因果并非不可改变，我们当如何面对亲子之间的恩怨？要化解业障，唯有慈悲、智慧、耐心。我们要以慈悲心对待因果。父母对子女，不要执着于回报，也不要因子女的不孝而怨恨，放下执念，才能化解怨结。以智慧心看待业力，若是讨债之子，便以平等心面对，量力而行，不必过度执着；若是还债之子，缘分尽时，便随缘放下，以耐心改变关系。不要求子女如何对待自己，而是从自身修善积德，改变自己的心，才能让因果向好的方向转化。过去的业已经种下，但未来的果如何生长，全在你的选择。夕阳西下，知源精舍内的弟子们静静地坐着，刚刚听完佛陀的讲述，他们的内心仍然激荡不已。一名弟子鼓起勇气，低声问道：世尊，如果我已经尽心尽力地对待父母和子女，但他们依然冷漠，甚至伤害我，那我还应该继续坚持吗？佛陀微微一笑，眼神温和地看着众人，缓缓说道：世间的缘分强求不来，父母与子女的关系，有时如春风化雨，温润和顺，有时却如烈火烹油，充满争执与怨怼。但无论关系如何变化，都要明白一点：因果不昧，该来的总会来，该去的终将离去。佛陀继续说道：有些人来到你的生命里，是为了给你温暖；有些人来到你的生命里，是为了给你磨难。温暖让你学会感恩，磨难让你学会成长。但如果你在亲子关系里已经尽力了，依然得不到回应，那便该学会放下。放下不是放弃责任，而是放下执念。你不能强求一个人爱你，正如你无法强求一朵花在冬天开放。若你尽己所能，仍得不到善果，那便随缘，让这一世的因果顺其自然，不必强求结局一定要美满。弟子们若有所思，纷纷点头。佛陀又说：真正的爱是无条件的付出。他举了一个例子，有一位母亲倾尽一生养育孩子，但孩子长大后却疏远了他，不再关心他。母亲痛苦不已，觉得自己被辜负了。他来到我面前，哭着问：世尊，我为他付出了一切，他为何如此无情？我对他说：你爱他，是希望他爱你吗？他愣住了，半晌后点点头。于是我告诉他，真正的爱是不求回报的。若你带着期待去爱，那么这份爱就成了一种交易。弟子们听到这里，纷纷恍然大悟。佛陀微笑着继续说道：当你真正放下期待，无论对方如何待你，你依旧能保持一颗平静的心，那你就真正解脱了。放下执念，随缘而行，世间所有的关系都会有尽头。佛陀的声音依旧温和，但却带着不可动摇的真理。有的孩子今生与你缘分深厚，会陪伴你一生；有的孩子只是与你有一段短暂的缘分，缘尽了便会离去。既然一切都是因果，
那便随缘吧。你努力过，爱过，已经无愧于心，那么接下来就交给因果去安排吧。有的人走了，是因为缘分尽了；有的人冷漠，是因为他的业障未消。但你不必因别人的冷漠而让自己的内心蒙尘。真正的解脱在于内心的安宁。你无法改变别人，但你可以改变自己。你无法让所有人都回报你的爱，但你可以选择无怨无悔。如果你心中仍有执着，你便被因果困住；如果你能放下执念，你便能超越因果。佛陀缓缓站起身，望向天空中的夕阳，最后说道：真正的解脱不是让世界按照你的意愿运转，而是你的心再也不会被外界所困。你若慈悲，世界便慈悲；你若自在，世界便自在。放下吧，随缘吧，这样你的心才会真正得到安宁。弟子们听完，纷纷跪地叩首，泪流满面。有的人想起了自己与父母的恩怨，有的人想起了自己对子女的执念，还有的人终于在佛陀的开示下放下了心中的怨恨和不甘。佛陀站起身，望向远方的天空，轻轻地说道：日出日落，众生轮回，因果不昧。世间所有的爱与恨、根与怨，皆是过去的延续。但只要心中有慈悲，愿意放下执念，愿意以善行种下新的因果，未来便不会再陷入轮回的苦海。愿众生皆能放下怨恨，以善念待人，早日得解脱。弟子们齐声合十：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。此刻夕阳的余晖洒落，温暖而祥和。有人在这一天终于学会了放下，有人在这一天终于明白了爱不是索取，而是成全。有人在这一天终于决定不再执着于亲子关系的回报，而是用平静的心去面对一切。因果至此圆满。